唐宪宗元和3年冬夜，西域边城，白发苍苍的安西大都护郭昕就在这里，遥望风沙怒卷，月色苍凉，眼前仍是熟悉的景象。42年来，夜夜如此，葡萄美酒，浇不灭心中烦忧。长矛短剑，斩不断此间悲愁。唯一与平时不同的是，他的使命到今夜就将结束。郭昕的人生转折始于42年前，唐代宗永泰2年。那时候大唐的西域疆土岌岌可危，唐朝在西域设有2个主要军政机构，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。安史之乱后，朝廷调动大量西域兵力回师中原，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在吐蕃等族的多次进攻下，逐渐成为孤悬绝域。吐蕃还曾借此夺取陇右，一度攻陷长安城。当年唐蕃和亲，吐蕃自称外甥，双方和和气气。如今吐蕃撕破了脸，趁虚而入，大唐就是想管也有心无力了。在此情形下，名将郭子仪向唐代宗奏议，可派人巡抚河西、安西等地，并在瓜沙干、梁肃5地任命官吏，以此捍卫西域疆土。经过内忧外患的折腾，大唐已经不是以前的大唐了，但郭大爷依旧是你大爷。代宗立马同意郭子仪的主张。而在国家危难之际接过这个任务的，正是郭子仪的亲侄子郭昕。永泰2年，郭昕以云辉将军、左武卫大将军之职，奉命前往安西都护府。风华正茂的他不会想到，此一去就是一辈子的守望。据史书记载，安史之乱前，唐在西域的驻军共有44000人，为殷赵秦王派出了15000人，因此此时镇守西域的兵力尚有3万人左右。郭昕到后发现，尽管深受侵扰，西北边陲仍被河西节度使周鼎、北庭都护曹令忠和安西都护尔朱谋等人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但随着河西、陇右被吐蕃攻陷，西与唐朝联系日益困难，没有现代通讯的日子里，连给皇上问声好都成问题，甚至不知今朝是何年何月。通古兹巴什古城遗址出土的一张借粮契，上面日期写为大历15年。而另一张杨三娘借钱契约落款时间为大历16年，正是这2个时间暴露了这里被岁月遗忘的真相。大历是唐代宗的年号，这个年号只用了14年。所谓的大历15年，其实是建中元年，大历16年则是建中2年。此时的皇帝已是唐德宗李氏，可与朝廷断了联系的西域将士并不知晓。吐蕃步步紧逼，时常大军压境，安西、北庭却无法与朝廷联系，没有支援，没有供给，绝境之下，将士们只能靠自己给养。郭昕遂带领将士们开荒屯垦，在将士和当地百姓的劳作下，戍边的粮饷基本得到保障，吃饱了饭，才有力气和吐蕃军较劲。直到今日，还能在库车等地发现唐军屯田的遗址。除了发动军民屯田外，为了维持社会秩序、发展经济，郭昕还命将士自铸货币。在阿克苏等地的唐代遗址中，曾出土大唐将士们自铸的大历元宝、建中通宝、元字钱和中字钱等钱币。这些文物历经1000多年的时光，早已残败腐朽，但仍熠熠生辉。据史书记载，一直到建中2年，郭昕派出的使臣才与朝廷取得联系。此时距他来到西域已过去整整15年。唐德宗听闻二亭4镇居然还有大唐将士镇守，惊喜交加，当即下诏称赞其功，并加封郭昕为安西大都护、4镇节度观察使，其他将士也都升职加薪，甚至越级7等授官。就在这一年，为大唐立下汗马功劳的郭子仪去世了。15年前，正是他的一封奏议，将亲侄子送去了西域，从此再没相见。如今安西、北庭犹在，将士们知道归家无望，却还在他乡坚守不懈。不知郭子仪听到这个消息，是感到几分欣慰，还是些许愧疚。然而唐德宗能给的只有精神上的鼓励，没有物质上的嘉奖。西域的唐军艰苦卓绝，唐朝始终无力支援。与唐代宗寸土不让的态度相比，唐德宗显得模棱两可。在他眼中，安西、北庭2都护府不过是食之无味、弃之可惜的鸡肋。建中4年，长安城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唐朝刚与吐蕃洽谈清水之盟，金元兵变就爆发了。积怨已久的金元镇士卒攻陷长安，拥立太尉朱子为帝，
唐德宗无力抵抗，发动李唐皇室的传统技能逃了。安史之乱后，唐朝皇帝被打到搬家那是常有的事情。叛军一来，唐德宗立刻灵活调整了底线，急忙向吐蕃示好，称愿割让安西、北庭之地，换取吐蕃出兵援助，这是要把郭昕卖了。幸亏大臣李泌极力反对，上奏说，安西、北庭的将士们苦守20年了，戍边的小伙们都熬成大叔了，他们一个苦字都没说过。现在老大您现在说卖了就卖了，以后谁帮你防着吐蕃？李泌是4朝元老，德宗的爷爷肃宗和父亲代宗都跟他是好哥们，有他仗义直言，此事就此作罢。兵变最终在李胜等将领的努力下迅速平定。郭昕这边还不知道他差点被卖了，但他早就知道不能指望自顾不暇的朝廷，因此他镇守西域时不得不借助同与吐蕃为敌的回鹘人。吐蕃进攻之时，回鹘多次派军相助，郭昕派往中原的使臣有时也要跟回鹘借道。不过大唐与回鹘看似合作无间，实则同床异梦。安史之乱中，回鹘人趁火打劫，不少老百姓在安史之乱中平安无事，碰上同盟的回鹘军反而遭了殃。外人不可信，还得靠自己人。郭昕不乏给力的帮手，北庭大都护李元忠便是其中之一。李元忠原名曹令忠，粟特人，因镇守北庭有功，被赐姓李。他镇守西域的资历比郭昕还老。郭昕来到安西都护府时，李元忠便已坐镇北庭。郭昕到后，李元忠从旁协助，安西、北庭2都护府相互呼应，扼吐蕃之背，以护萧关。吐蕃图谋中原受阻，不得已只能向南发展。在李元忠之后，还有唐代末任北庭都护杨习古。现今准噶尔盆地东部的奇台将军庙，正是为了纪念这位将军。唐德宗贞元6年，吐蕃贼心不死，联合葛罗路、白符突厥，发动30万大军进攻北庭。吐蕃联军来袭，杨习古孤立无援，只能向回鹘求援。回鹘大相谢干加斯领兵来救。此次吐蕃联军声势浩大，北庭与回鹘联军实在打不过，几番交战后，北庭军皆惨败收场。这时候谢干加斯正忙于应付国中朝政，实在不愿多费心思，只想尽速脱身，便假意对杨习古说，您和我一同回营帐吧，之后我再派人送你回西周。杨习古没有丝毫怀疑，率领血战多日的残兵进入回鹘大营。一进大营，谢干加斯瞬间翻脸，下令将杨习古及其手下将士杀害。在杨习古英勇就义后，北庭失守，安西4镇也相继陷落，仅余少数几座边城还在坚守。在此1年前，贞元5年，高僧悟空西行求法归国，途经龟兹，悟空得以与郭昕相见，并在这里滞留1年，与驻守安西都护府的唐军朝夕相处。这一经历被记载于《悟空录竹记》中。在高僧悟空的记录中，这片孤悬漠北的大唐领土，虽然远离故国，却有几分避世般的自在。此处见不到战乱的痕迹，将士们也大多在这里娶妻生子，放下了归乡的奢望。可惜1年之后，情况急转直下。北庭失守之后，吐蕃军乘胜追击，安西都护府再度失联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西域的唐军还坚持了近20年。据薛宗正教授考证，安西都护府最终陷落，应是在唐宪宗元和3年的一个冬夜，而其依据就包括元稹的一首叙事诗《芙蓉人》。这是一名从吐蕃人手中逃回的唐军老兵，机缘巧合下，元稹与他相遇，并听他讲述一路的遭遇。听罢作诗记录，诗中句句都是安西都护府唐军的血泪。老兵先是向元稹诉苦，自己家乡本在长城脚下，自小陪父亲戍边，一口流利的乡音依旧不改。在安西陷落后，一路又是如何颠沛流离，才得以回到中原。自安史之乱后，西域与中原多次失联，唐朝和吐蕃几度交涉。战至最后，安西都护府中的士卒，有的垂垂老矣，有的早已离世。老人还记得教孙子们学家乡话，念念不忘家乡的好风光。这个老兵正是郭昕部下。那一夜，安西都护府沦陷，郭昕殉国。刀似冰，月如霜，戍边老兵依旧满腔热血，在最后一夜如壮丽的烟火燃尽自己的生命。42载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初心未改。在这段岁月里，唐朝换了4个皇帝，
郭兴和他的军队长时间被朝廷遗忘，守道3天将士皆已白头。虽说大唐国力日衰，早就想放弃西域，可镇守孤悬绝域的将士们没有放弃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是那一拨人在为同一个事业卖命，在为历史的意义奋斗。郭兴、李元忠、杨习古，还有无数为国尽忠的白发老兵，长枪独守大唐魂，是大唐最后的荣耀。他们的姓名不该随着时间而消逝，不该淹没在漫漫黄沙中。